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前面我们从应用面切入，介绍了很多不同的通信，有大家熟悉的 WiFi 啊、5G 啊，还有即将发生的 Li-Fi 卫星通信等等。今天我们想要前深一点，来介绍几乎是所有通信标准里面都有的关键技术，叫做错误更正码。错误更正码听起来是一项很专业、很艰深的技术。对，没错，它真的很难，难到爆炸。我常看到很多学生读论文反复读了好多次，还是有像是在看天书一样。但如果我们只想了解什么是错误更正码，它的概念究竟是什么，那其实不会太难哦。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在与人沟通，说话者都会不经意地想办法去说得更清楚。比方说，你有时候在人多吵杂餐厅，你会提高音量说话，确保大家能够听清楚。这相当于在无线通信里面干扰很多地方，我们会自动增加的传输功率，增加信号与杂讯比 （Signal to Noise Ratio）， 简称 SNR。那有时候你会选择说把一句话重复多说几次。比方说，有时候我在家里面，桌上有个东西用完没收起来，是我儿子弄的。那太太呢看到可能就先怪我说，是不是你东西又乱丢？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哦。可是我怕这样说不够清楚，就说我没有哦。这样子重复讲一样的话，就还真的有一种对应的错误更正码，称之为 repetition code。翻译成中文就是重复码。但是重复传一样的，很快人们就会发现说，不太有用哦。有可能对方不理解我没有是什么意思，是你没吃饭，还是你乱丢东西，还是你没有乱丢东西？所以我们不对，我啦，也可能会这样反驳说，我没有哦，不是我乱丢的哦，真的不是我哦。这样子，换句话说，就更能确保听话的人能听懂你的意思。你在通信系统里面要传输的资料是你想要表达的话，我们称之为 uncoded bits。或者是 information bits 未编码的位元，或者是资讯位元，经过编码器进行错误更正码之后呢，我们称之为 coded bits 编码后的位元，或是 code word 码字。这边讲清楚一点就是说这里的编码并不是为了资讯安全理由不是为了保护资料不要被别人窃取，而是为了保护资料在传输中不会遗失。好，到这边先稍微总结一下编码利用重复说跟换句话说来提升传输的可靠度。那在我们之前影片里面有提过，对于工程师来说凡事都是一种取舍一个 trade off。你得到某些东西，就会失去某些东西，就像《钢之炼金术师》中炼金术的原则等价交换，不牺牲些什么就无法得到任何回报。那你可能觉得说，错误更正码得到了可靠性，牺牲了是什么呢？答案是传输速率。我想应该很多人猜到了因为以重复说来看，如果重复一次，传输速率就直接掉一半。原本1秒传100个位元，全部都是 information bits， 现在变成1秒只能有50个 information bit 的资料，重复传2次那如果重复传4次的话，整个传输速率直接变成1/4倍。换句话说，这样的编码技术也会降低传输速率。不过有人可能想要说，人类的换句话说也能用更少的字说完所以搞不好可以更快说完，传输速率更高又更可靠。这想法没错。那对应的这项技术叫做压缩。比方说，如果我说，这个要想一下你们这个店里面如果要上网的话 ，WiFi 的那个账号密码，我想登录的话，可以去哪里找啊？一定听过有人这样讲话，就是很多赘字的，他就可以直接精简成，请问 WiFi 账密是什么？这个就是压缩。压缩可以少传一些位元，等效提升传输速率。但错误更正码一样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它完全不考虑压缩这件事情。永远假设我今天收到的资讯已经是最精简的，请问 WiFi 账密，那我就是要保护它，牺牲一些传输速率，多说几个字来大幅提升传输准确度。只能说人大脑真的很厉害，它能够一方面处理压缩，一方面做错误更正码这些功能。电脑还是得明确分工，确定目标之后，再各自设计每个对应的演算法。讲完错误更正码之后呢，我们现在来讲一些数学。我们来讲距离这件事情两点之间连成一条线，直线的长度是多少？这个就是距离。所以举例来说，如果坐标平面上2个点，坐标分别是12跟46，我们就会去算4减1的平方加6减2的平方，再开根号，答案是5。所以说2点的距离是5。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公式怎么来的，你可以找一个点42，然后它们形成一个345的这叫三角形。12跟46的距离就是斜边长度，这个就是毕氏定理教我们的。所以这个距离我们称它为欧几里得距离，就是为了纪念数学家欧几里得。
那既然我们刻意把距离前面加了欧几里得，你可能就会知道说，所以还有不是欧几里得距离的距离吗？没错在2进位为主的通信系统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距离叫做汉明距离 （Hamming distance），这是为了纪念工程师、数学家理查汉明。他在更广一点的通信领域里面应该是无人不知，很多概念都以他为名 ，Hamming code 啊、Hamming window 啊等等的。他也是图灵奖创办后的第3位得主。我们前面介绍的 Shannon 跟他曾经在 Bell Lab 里面共用过一间办公室，他也参加过曼哈顿计划，还被怀疑过是间谍。所以生涯的后半段呢，他投入教育。他当时对于那个时候的教育，数学教育非常不满，就曾经批评说，现在教数学方法太无聊了。我们学校使用的微积分教材中呢，我找不到一个问题，我认为学生是会愿意回答的。教材中的问题好像填字游戏啊，确实不好做，可是对生活完全没有意义。听起来就是一位个性鲜明、有着非常多故事的数学家。之后呢，有机会我们再好好介绍他。那汉明距离比较是2组2进位数据里面有几个位元不一样。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你传递的资料是1111，但收到了1101，这2笔数据在第3个位元不一样，所以它们的汉明距离就是1。但如果收到的是1001，汉明距离就是2。如果收到0000，这个汉明距离就很大咯，是4。所以你看到汉明距离的计算方式不难，就像小学生玩那种大家来找茬一样，数数看两边有几个位元是不一样的，汉明距离就是多少。那反过来说，汉明距离的价值呢，就在于量化这个差异性。汉明距离越大，2组资料差异越大；汉明距离越小，2组距离就差异越小。所以你可以反过来说，它量化了相似度。Hamming distance 汉明距离越小，相似度越高，两者越相似，就越容易被搞混。等等，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搞混。没错，接收端容易搞混。假设你传1111，过程中可能各种干扰。有可能在你传第3个位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杂讯干扰。现实生活中的比喻可能说，你在告白的时候讲我爱你，但是爱那个字忽然有人拍手或者打破玻璃，听的人就听不清楚中间那个字是什么。那人类的语言有各种可能性，可能是我想你啊，或我恨你啊之类的。但2进位的第3个位元一听错，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1111变成1101，也就是我们刚刚说汉明距离为1的例子。通常我们比较容易判断错成汉明距离小的那些字串，而不是汉明距离大的那些字串，因为你比较有可能是只错1个或2个位元，一口气错很多位元的几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是我刚刚说的，传输时因为通道的干扰，接收端有可能搞混成相似度比较大的，也就是汉明距离比较小的那些字串。那现在如果你是通信工程师，负责设计错误更正码，请问根据这一点，你有什么想法吗？我想请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按下暂停，思考看看你可以怎么做。这真的不容易哦。但是如果我讲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原来也没有多难啊。所以大家一点时间按下暂停。好，来公布答案哦。错误更正码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传输时我的每一组码字每一组 code word， 也就是编码过后的资料要尽量长得不一样，这样子他们就比较不容易被误认。好比说，你今天打造一个动物园好了，如果你故意放海豹跟海狮一组，鳄鱼跟短吻鳄一组，美洲驼跟羊驼一组，那大家一定超困扰。告示牌摆了，也搞不清楚到底这是短吻鳄还是鳄鱼，一直会认错。但如果你这几堆都只各放一个种类，搭配到告示牌，大家应该就很清楚知道说，你原来放的是海狮、鳄鱼、羊驼之类的，不会有人把海豹误认为是羊驼，因为这真的差太远了。回到通信来说，如果今天我们资料是1个位元，那我们用3个位元做我们的码字，我们用001代表0， 110代表1，就会比起说我用000代表0， 100代表1也来得更好，因为001跟110比较不容易被辨认错误，汉明距离高达3，任何2个位元错都没关系哦。但如果你是000跟100，汉明距离只有1，那第一个位元一错，整个就会乱掉。所以简单的说编码过程其实就想把资料位元的各种可能组合对应到汉明距离差距很大的各种码字，各种可能组合。在这边我要补充说明一下，人类说话的时候有无限多种可能，但通信系统只要你给定传输的位元数量，资料是有限的。假设3个位元，那就一定是000、001、010、011、100、101、110、111，总计8种2的3次方。如果是 n 个位元，就是2的 n 次方。那编码就用到更多个位元。假设刚刚传输3个位元，我编码后的码字有5个位元，
理论上我就有2的5次方32种这么多个码字，可是我不需要这么多啊，因为我只要能够传递8个不同的资讯就好了，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放掉一些码字？比方说我选了海豹，就把海狮放生；选了5个都是0，我就不要选00001，或者是10000。32组可能性中，我可以舍弃掉24个5位元的码字，只要留下8个就好了。那只要码字最小汉名距离，也就是任意2组的距离，它们最小值大于1，传输品质就提升。所以最小汉名距离越大，效能就会最好。这个最佳化概念称之为 max min， 最大化最小值，有点像是经济政策有很多种嘛，可以提升全民的整体收入，这个称之为最大化总和 max sum。也可以说我的社会公平性要做到很好，目标是要让最贫穷的人收入持续增加，这就是 max min。那在错误更正码设计里面呢，我们就不是要让所有的 code word 彼此之间的汉名距离加总最大，而是要让最小的汉名距离数值越大越好。看完这影片，希望对错误更正码有一个很初步的了解。我们开头说要前深一点，但如果用海洋来比喻，现在大概知道海岸附近的大陆棚最先进复杂的错误更正码大概是在马里亚纳海沟，里面还有非常多故事跟技术。例如美国知名的通信晶片设计公司高通 Qualcomm， 它共同创办人安德鲁维特比也是一位工程师他最为人知的贡献就是发明了 Viterbi algorithm，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解码演算法。其他像是 LTPC code、Polar code， 这都是工程师读起来会很惊艳，会看到满满的创意，甚至是达到艺术层次的技术，就觉得说哇，原来还可以这样做。所以希望之后有机会我们跟大家来多聊一些。以上就是今天关于错误更正码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数感实验室，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